的频道。今天呢 ，JY 丁世云导演又跟我们见面。Hello， 我是 JY， 嗨。哇，谢谢你的时间。就是今天呢，我们有蛮有趣的，就是很多观众都很想了解，到底在拍摄电影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灵异事情，或者是一些类似都市传说的，比如传闻之类的。所以今天呢，很高兴又邀请到我们的 JY 来跟我们分享这一集的拍摄片场里面的灵异故事。然后，如果你们要回去看上集那个占星术的话，如何自我疗愈，可以从 revisit 这个 video。OK， 好，3、2、1，开始。我一直觉得很跳通，上一次讲占星，然后这一期讲灵异，然后是做导演的。因为马来西亚拍鬼戏其实还蛮多的。我只知道马来人比较多一点吧，华人有吗？马来人肯定比我们多啦。可是讲华人圈的话，因为我之前在当李永昌导演的副导的时候，他都在拍大量的鬼片，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拍过一部短的，就是20分钟的一个短片的。也是有一点灵异这样子的啦，然后可是那部戏它主要不是讲鬼的啦，就是它是女主角一个人在乡下住，然后照顾妈妈，有一天妈妈去世了，然后她在洗地的妹妹回来，然后后来那个屋子就发生很多灵异的东西哦，灵异事件哦，后来才 find out 是他姐姐有人格分裂啊，就是他姐姐搞出来的事件这样子啊。你这个电影是要去中国上映了是吗？没有 ，before that 就已经是因为可能我们 production 就是包括永昌导演之前在做都很多鬼的东西，所以我在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想说不要这样鬼啦，就是不要很 direct 的是灵异片哦，所以刚好那个故事它也可以也写成是双重人格，所以它其实不是 meant to be 是一个灵异的片子 ，but throughout 它感觉好像一个灵异片这样子啊。整个故事只发生在一间屋子里面做到完，然后那个屋子是在整家荣的一个新村，然后呢，因为我们是整个故事是发生在那间屋子的嘛，所以变成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屋子是可以给我们日夜拍的咯。这样当然对于剧组来讲比较好做的就是一个荒废的屋子哦，就是没有人住的。So 我们在整个 dress up 就是整个 props in 变成一个乡下的屋子这样子哦。然后我还记得拍每天大通宵就是那种拍到早上6、7点那种这样子的 schedule 然后拍的时候就有很多村里面的村民就来围观，然后就是有人在后面就讲这个屋子死过人的哦。然后 but I think there's a reason why 它是没有人住的啦。然后当时候我就封锁这个消息，不可以给演员知道，因为我整部戏是2个女演员从头到尾演到完，所以我怕女生的承受能力不高就是我怕，其实有时候是心理的问题然后又要演大量的哭戏又要怕鬼我怕真的看到东西这样子。然后好像有工作人员有看到啦，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我们之后可以放照片了，因为我有一个照片，它有一个横梁，就听说那个地方就是他自杀的那个有人在那边自杀？对。可是我们是一直在用那个场景在拍戏所以我本身是没有遇到啦，后来演员有讲说为什么不早点让我们知道，就是让整件事情更恐怖一点，就是演员可以有很直接的 feeling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为什么这个女生会见鬼，就是因为他们是有一个 stepfather 的戏里面，然后这个 stepfather 是这2姐妹她曾经伤害过这2姐妹sexual abuse所以他们就对这个 stepfather 做了一些东西可是现在回来屋子又发生闹鬼事件，他们就怀疑是 stepfather 回来 haunted 他们这样子当然你讲我们5、6天都在那边其实是习惯了的，其实对剧组来讲并没有觉得很怎么样 but because of 那些村民就是在后面就讲哇，这样大胆去这个屋子，就每一个村一定会有1、2间屋子是没有人住，然后奇奇怪怪样子的氛围的。有时候剧组就是会找到一些这样子的地方因为你就是需要一个空的地方让你去拍摄。
工作人员讲他们见到鬼是什么？就这件事情传开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讲哦，是哦，他之前好像有 feel 到，就是比较 sensitive 的体质的工作人员可能就有 feel 到啊，可是不敢讲啊，因为通常大家都在3更半夜在拍摄，大家也不敢去多说什么这样子哦。明白，不想影响剧组的进展。对，因为我听说你们是每天拍摄都有一个 costing 在那边，所以就我之前拍过一个，在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有拍过一部鬼戏，也是李永昌导演的，叫做守夜。然后再用一把有杀气的宝刀，咔嚓，附近的厉鬼就会过来看你。在文东拍的，然后当时候我们有请师傅是把一些灵体先移到一个树下，就跟他们讲说我们会在这里拍多少天，然后讲说希望他们就是让我们在里面拍啊，就是讲一声这样子啊，就是有请他们好像去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子哦。然后那个时候拍摄的时候，当时候我也是副导，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副导，然后那个副导就有在片场里面，就是一直觉得有东西推他。啊，怎样推？从后面推吗？就是他一直 feel 到，他甚至是被就是 kick 到，然后跌倒这样子。他不是自己就是跌倒，是他跟你讲有东西对从背后推他跌倒。可是他是在我们面前跌的哦。这样你有看到他是就是可能被什么东西灌倒，还是？我们看到的是他被 kick 到的啦，就是好像他自己走路，有时候我们走路也会自己 kick 自己的嘛，就他呈现的那个状态是自己 kick 自己，但他很明确的讲是有人推他。然后那部也是鬼戏，然后也是有请一些老人家来化鬼妆，因为是讲那个屋子很多老人的鬼在那个屋子里面。然后那个时候是有拍照啊，拍照，然后有人看到有影子在窗边这样子看住啊，那个照片你还有吗？我要找一找，在 Facebook 曾经 po 过啊，真的 ，OK， 好，网民有眼福了。然后那个人被灌倒过后，他不是要继续拍戏吗？他不可能请假吧？之后他就去找了师傅，刚好我们有 day off， 他去找了师傅帮他就清理这样子啊。他再回来第2个礼拜，还是他 feel 到马哇，就是觉得那个地方不欢迎他的感觉，然后他就请辞了。啊，他完全离开片场啊！他待不下去，就没有办法再工作了。可是我一直不理解，就是你们去拍戏的时候，就是拍戏剧组人很多的，就是人气很旺一下，会不会他有一半是心理作用呢？我在想，觉得 maybe 还是他这么倒霉，就是他可能运势走到很低的时候，然后他就每天接触，因为你们通宵这样子拍摄。对，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可能休息时间比较少，就可能比较 pack 的 schedule 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人的磁场也会比较低一点啊。可是有时候我又觉得他们somehow也在帮助我们哦。啊，怎样帮助你们？比如讲那部我讲的那个 Jenjarom 的那部戏，就算他们讲那个地方有人自杀过后，可是我还是 feel 到一个很 helpful 的 vibe 啦，就是整个剧组是很团结，然后并没有什么东西 disturb， 然后也很顺利啊。其实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帮助，一种力量在背后默默支。对，而且我们是采20个小时、16个小时、18个小时这种，可是大家都不会觉得很 down 或者是很什么，就是大家都想要把那个事情做好的感觉。其实我个人认为啦，就是很多可能他们也在那个地方蛮久了，就是突然间有这么多人，好像拍戏很热闹，他们灵也是蛮喜欢看这种东西，就是很好奇，诶，他们要拍什么戏啊？就是灵也是之前活着的人，他们有个人的性格，有一些比较喜欢做那种，可能就会像那个你们工作人员被推倒，再加上可能他自己本身也处于一个比较 low 的 energy level 吧，然后心理因素等等，就变成他就是过后直接推离你们剧组。但是我也有看过非常helpful的灵，所以我反而觉得其实他们也有好的，就是想要帮助人的，毕竟这个也对他们也是有一个很好的积阴德的这个方式。对，所以你本身是情感 sensitive， 然后对灵异
不 sensitive 啊。对，我其实入行这样久，我其实并没有真正发生在我身上的所谓的灵异事件啊。包括有一次我们去，就有在那个地方拍1个月，然后也是大夜班，因为也是鬼戏。哇，那个地方真的是肉眼看哦，已经是 anytime 都会发生。但我个人是没有啦。然后也是，我最记得是不能拍到一个场景，然后摄影师要求要多一个 location， 然后我们的场地主就是要去跟 management 讲说，哦，可不可以开多一个房间给我们这样。然后那个 management 死都不要开，就是我们要 particular 那一间啊，就是我们是用完1层楼的嘛，然后刚好有一间是没有用到的，就是有钱他也不要赚啊。对，他就死都不要开那间，然后他就讲说，我去找一下锁匙还是什么这样子哦，然后讲开不到，然后之后我们的 location 那个场地主的人一开哦，不懂怎样啊，就是 leave it 那个钥匙还是什么，我忘记那 details 了，但他一转那个门就开了，然后重点是那个 management 失踪了，那个人。跟我们看到那个门开了吗？我们进去拍哦，然后拍完，那个 management 的人上来，为什么你们开到那间房间的？然后我们讲，怎么就是这样子开了，然后我们就进去拍了，就我们结束了，我们也拍完了，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那个门是他不让开的，因为曾经有一家好像6口集体就是什么啦，集体自杀，对，是烧炭还是什么？好像是烧炭。一家6口就是有大人小孩，有大人小孩，然后我们就OK，there's a reason 他不给我们用， but 也不懂为什么那个门就这样子开了，我们也进去拍完。可是你们拍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感受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吧？没有，只是我好像记得收音的人有讲说听到小朋友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声音啊。哦，就玩得很开心这样子。可是他不敢出声。那个收音的人，因为我们就是有一种 hit and run 这样子啊，就是拍完赶快出来这样。哇，这样他们也很配合，就是那个房子 management 进去怎样也打不开，可是只要你们要去拍摄，然后有东西可以玩，他们小孩就很欢迎，然后很开心在那边跑去这样子。哇，也让你们工作的整个流程非常顺利，所以你觉得他是在帮你还是？我不懂，他们也可能有一点 welcome。就是我们进去，我不懂，可能拍摄这种东西，他们也很好奇，也想要，我不能讲参与啦，也想要看一下是怎样。哇，可是这个个案是曾经被报道过的吧？哇，一家6口烧炭了结生命，真的是很残酷一下哎。不好意思，各位观众，这个地方我们不能透露，因为比较敏感，因为这个地方还在经营着。不过你们放心，反正这个门也开不了，所以你也住不进去 ，management 也不会给你住。So 这样哦，就是拍摄上常常会有这种意外闯祸或者意外的收获。I mean， 可是可能当下的 vibe 就是大家都想要完成那个工作啦，也不是特地的去打扰他们啊，或者要拍他们啊。那个地方是我自己个人没有遇过，我去到的时候都在想，我这次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去到那个 location 的时候。可是你们会不会好像有工作人员讲回到去就是发噩梦啊之类的东西的？我记得也是同一部戏，也是同一个地方，然后是有工作人员被锁在一个房间里面，第2天才出到来。然后还有一个是 mannequin， 就是因为我们那部戏有用 mannequin 来搬，应该不是搬尸体 ，but somehow 来替身这样子啊。然后就突然间，每次拍完戏是道具组收回进去他们的道具的，有一间房间是专收 props 的 ，but the next day 灯光组去到现场，发现那 mannequin 在走廊那边，然后是现场没有其他人。然后那个门就是锁上，只有工作人员才有那个钥匙进去的吧？对，因为你们要放仪器啊那些在里面，不可能对，就是开这门给人偷吧？就第2天是打灯的组员先到现场，道具组的还没有到，可是那个 McQueen 在外面这样哦，然后他们也吓到，因为道具组们confirm前1天已经收进房间里面。可是那些被锁进去房间里面的那些工作人员，他们不会打电话求救啊？就那门开不了一整晚，他们一整晚在那边是惊恐的情况之下过完的，还是怎样？每次这种情况都是电话打不到啦，没有 line 啊之类的，所以就是他们连求助也不给，对，求不到，他就睡在里面了啊？
他还睡得着啊？对。Oh no， 就太累了，因为你们可能就是工作16、18、20个小时，实在太累了，根本没有时间，就是要恐惧。而且是那种日夜颠倒的班啊，就是拍到6、7点，然后第二天3、4点又要回到片场那种。哇，所以要成为什么？要拍摄电影啊，做 post production 这种，看来也是要胆量哦。因为毕竟如果你拍的是鬼片的话，被关在门里面，你还是要恐惧的度啊！你怎么哇？我敬佩所有工作人员，而且他们是幕后的工作人员，永远不会，就是我们观众是永远不知道他们是谁，背后付出的努力是什么啊！我还蛮敬佩你们这些就是拍摄电影的，尤其在马来西亚。I mean 拍久了你也不会 ，I mean 可能 sensitive 的人他可能体质上他就会常常就是更大的机会去接触到啊。我觉得久了可能也习惯了。我曾经听过一个演员，资深演员告诉我的，他们好像去那种山林拍摄的时候不能吃猪肉，不然会得罪山神这样子。你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传统？可是没有讲一定 practice 啊 ，but 我有听说过这个 certain 的食物啊什么。所以你们惯例的就是拍短片也好，拍整部电影也好，就是有提前就是拜烧金子这些的嘛？一定会，就是打一声招呼。可是剧组里面不是有穆斯林马来人的嘛？因为有一些工作人员是穆斯林，他们会做这个，还是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找啊啦，然后 blessing 还是怎样？因为一开拍的时候会有一个拜神仪式的嘛，拜拜仪式，就各自的方式啊，包括 Christian 啊也是有嘛，就是一个祈福。不，有时候如果你知道是拍这种片，然后去到 certain 的 location 是感觉是比较忙的。你要另外再请师傅去，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请师傅把他们把它移走。哎，不好意思，这10天里面麻烦你去这个树，而且好像有 set 一个结界在那个树那边啊，还要设结界啊！我那时候对，然后每天就是工作人员会去上香在那个树那边这样子。然后你们拍摄完就放它出来啊，对对，就是它是一个 SOP 哦，在拍鬼戏的话。然后其实你们那种演员需要清理的吗？就是拍完整部鬼片的话，我有听过有演员是会这样子做的啦，就是拍完之后去找一个师傅 clean 清一下这样子哦。不是很主流，不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子做啊。其实做这行一定是百无禁忌了。为什么这样子讲？就是你如果要拍到这个题材，你要接这部戏，I mean 预料啦，你要去这些地方拍摄嘛。我有听过有工作人员是不接鬼戏的，就是坚决不接鬼戏，坚决不接。你这样子讲一下哦，讲你的那部短片，就是那个房子刚好有人自杀，就让我想起想当年的张国荣哥哥，他不是很多人在传说，然后就是他拍完最后那一部鬼片，你们可以去上网看《异度空间》啊，对，《异度空間》。菜成日見到鬼個人。因为他也是讲人格分裂类似这样子，然后张国荣就好像跑去天台要自杀这样子，然后拍完那部片不久，张国荣哥哥就真的是从楼顶那边跳下去，然后很多人就是传到说 rumors， 对，很大可能他又被 possess， 就是被上身还是怎样，然后最夸张就是他好像跑要去泰国找那个百龙王，然后百龙王是当时候去接见他，这个是网上的流传，我不懂是不是真的，我也很想了解当年到底发生什么，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演员会比较伤的地方是，他要投入在那个角色里面，因为你演员是要动用真的情感去表演的嘛。就比如讲 sensitive 的人，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分辨我是 character 还是我是我自己哦，因为你演戏的时候是真的情绪、真的意识去表演，所以我觉得 somehow 一定会有一个影响在那边啊。当然还是有很多演员分得很开啊，就是戏是戏，演戏是演戏这样。就看个人的情绪管理吧，还是我觉得个人性格吧，可能有一些人就是比较很难走出来一些阴影啊、阴霾之类的。对，
哇，我真的是很高兴，就是今天能够请到 JY， 然后导演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灵异事件，然后还有很精彩的这些所谓的就是幕后人员的经历。我呢，就是希望下一集呢，我能够回来马来西亚跟你亲自做一个深入了解，到底什么是占星这个。希望你会继续就是 support 我的频道，然后上来跟我聊一聊什么是真正的占星术。好哎，你们记得多多敲完。，really 吐回上一集啊，就是占星这个东西还是需要 practice 的，因为它是一个 skill 来的嘛，所以 I mean 越多的机会去 practice 还是蛮好的。OK， 去 DM 爆他 ，bombard him with your message。好吧，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时间，谢谢我们下集再聊，谢谢 JY， 拜拜，拜拜。 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Nike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on me. You should bet on me.